在国际空间站的宁静夜空下，2名宇航员正焦急地等待救援。他们本应已经返回地球，却被困在了距地面400公里的轨道上。此刻，伸出援手的不是过去那个主导太空数十年的巨头波音公司，而是一家由马斯克领导的新兴民营企业 SpaceX。这样戏剧性的营救场景，不是电影桥段，而是真实发生的太空故事。也正是这一刻，标志着太空竞赛中一个时代的落幕。波音的太空霸主地位被马斯克和他的 SpaceX 彻底颠覆。要了解这次救援为什么如此具有象征意义，我们得先明白波音在太空领域曾经是何等辉煌。波音公司创立于20世纪初期，是美国航空航天领域的100年老店。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波音就参与了美国最伟大的太空工程。举个例子，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的时候，发射它前往月球的那枚庞大火箭土星5号的第1级就是波音承包研制的。可以说，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波音功不可没。70年代，波音还帮忙打造了供宇航员登月使用的月球车。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波音通过兼并其他航天公司，成为美国航天飞机和空间站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国际空间站从1998年开始建造，波音是整个空间站计划的主承包商，负责协调各模块的研制和组装。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几乎每一项重大太空任务背后都能看到波音的身影。然而，光环不代表波音没有遇到挑战。进入21世纪后，波音在太空领域的垄断地位开始面临新兴力量的冲击。这时候，一位异想天开的硅谷富豪登场了，他就是埃隆·马斯克。马斯克创立 SpaceX 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创业传奇。2002年，30出头的马斯克卖掉网络支付公司，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个富翁，而是将目光投向星辰大海。他立志要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甚至将人送上火星。当时很多人觉得他疯狂，一家私营公司怎么可能做到连各国航天局都难以实现的壮举？然而马斯克就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他下决心要自己研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来大幅降低太空运输成本，从而实现自己的太空梦。SpaceX 创立初期举步维艰，他们研发的小型火箭猎鹰1号在前几次发射中接连失败，烧掉了马斯克大部分家底，眼看公司就要撑不下去了。2008年第4次尝试时，猎鹰1号终于成功将卫星送入轨道。那一刻，马斯克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这不只是一枚火箭的成功，更是证明了民营太空公司的可行性。随后 SpaceX 获得了 NASA 的一份商业补给合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这让公司有了稳定收入来源。2012年 SpaceX 的龙飞船成功为空间站送去补给，成为第一家到达国际空间站的私营公司，让全世界刮目相看。SpaceX 并没有停下脚步，马斯克念念不忘的火箭重复使用，终于在2015年成为现实。那一年12月 SpaceX 成功让猎鹰9号火箭的第1级在发射后垂直降落回地面，这一创举震惊了全球航天界。过去一次性火箭的时代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写。随后 SpaceX 反复利用回收的火箭再次发射，把发射成本压到了传统火箭无法企及的水平。另一边，波音和其他传统巨头们还在使用一次性火箭，每次发射都要花掉数亿美元，完全没法和 SpaceX 的性价比相提并论。马斯克也擅长让太空话题变得吸睛有趣。2018年 SpaceX 测试新火箭猎鹰重型时，干脆把一辆红色的特斯拉跑车作为测试载荷送入太空。那辆跑车绕着太阳飞行的画面风靡网络。马斯克用这种近乎玩票的方式宣示了 SpaceX 的实力和野心。相比之下，波音等传统公司在公众面前显得严肃而低调，几乎从不搞这样的出格宣传。马斯克的 SpaceX 崛起让 NASA 开始尝到与新企业合作的甜头。2014年 NASA 决定将载人航天任务商业化，挑选民间公司开发载人飞船。当时入选的2家公司正是波音和 SpaceX。
NASA 与波音签订了高达42亿美元的合同，与 SpaceX 则签了26亿美元。波音得到的预算远高于 SpaceX， 原因很简单，在当时 NASA 和业界看来，波音经验丰富，是太空领域的正规军。SpaceX 虽然势头猛，但终究只是个新兵蛋子。给波音更多经费，也是希望这位老将能稳妥完成任务。然而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预料，按计划，两家公司都应在2017年前后完成载人飞船的首次试飞，但波音的进度一拖再拖，反观 SpaceX 却是一马当先。2020年5月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成功将2名 NASA 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这是美国自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以来首次从本土送人上太空，全美欢欣鼓舞。NASA 局长还亲自祝贺了马斯克，而此时波音的 Starliner 飞船还没准备好，甚至连无人测试都出了问题。这次成功意义非凡，标志着美国结束了长达9年对俄罗斯载人飞船的依赖。NASA 和美国民众在为 SpaceX 欢呼的同时，不免开始质疑波音为何投入更多资金，却迟迟看不到成果。波音原本被寄予厚望，却眼睁睁看着后起之秀抢先一步完成壮举，场面颇为尴尬。波音在2019年底进行了 Starliner 的首次无人试飞，结果因软件故障导致飞船差点迷失方向，没能按计划与空间站对接，只好提前返航。这次失利迫使波音花大钱改进软件，延后了后续的测试计划，直到2022年 Starliner 才勉强完成一次无人试飞并对接上空间站，但载人飞行仍遥遥无期。更尴尬的局面出现了，经过多次推迟，波音终于在2024年夏天进行了 Starliner 载人飞船的首次载人试飞，送2名资深 NASA 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本以为这一次波音总算可以证明自己，然而飞船在飞行过程中却状况不断，先是轨道机动时出现氦气泄漏，接着有几个关键推进器失灵。即便如此， Starliner 仍然勉强抵达了国际空间站，让2名宇航员顺利进入了太空站。但是接下来的大问题是，他们怎么回来？原本这次 Starliner 任务只打算让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8天左右，然后乘同一艘飞船返回地球。但由于飞船的多处故障， NASA 判断让宇航员搭乘 Starliner 返航风险太高，决定让飞船空载，无人自行返回。结果就是那2位宇航员被留在了空间站，没有船可以带他们回来。这下波音真是有心无力了， NASA 只能另寻他法。就这样，2名宇航员开始了漫长的太空等待。对于他们来说，在太空额外逗留的9个月是始料未及的挑战。他们原本只打算在空间站待8天，结果在轨度过了将近300天。所幸国际空间站物资充足，2人每天按时锻炼、工作、联系家人，甚至在漫长等待期间还完成了一次太空行走。他们还在空间站上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享用了特别的节日食物储备，尽可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威尔莫尔在接受访问时还幽默表示，不必为他们担心，他和威廉姆斯在太空过得挺好，不过能够最终踏上回家的旅程，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如释重负。马斯克的 SpaceX 再次挺身而出。2024年9月底， SpaceX 按照 NASA 的请求发射了一艘载人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专门去接回这2位被滞留的宇航员。为了不影响空间站人手， NASA 还先安排了另一组替换人员搭乘 SpaceX 的后续任务上站轮换。终于在2025年3月，这2名宇航员坐上 SpaceX 的龙飞船返回地球，比原定计划晚了将近9个月。当他们平安降落在大西洋上时，等待接驾的是 SpaceX 的回收船和工作人员。这场跨公司救援让波音颜面扫地，也意味着新旧势力的角色彻底反转。半个世纪前，波音制造的火箭将阿姆斯特朗送上月球，而半个世纪后，波音制造的飞船却要靠马斯克的飞船才能把人接回地球。时代的巨大转变莫过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Starliner 出问题的前一年，也就是2022年年底，国际空间站上俄罗斯的载人飞船发生冷却液泄漏事故。
导致3名乘组人员一度没有安全座舱可返回。当时 NASA 第一时间询问 SpaceX 能否提供额外的载人龙飞船作为备用救生艇。虽然最终俄罗斯自己发射了新飞船解决问题，但这件事说明了 NASA 如今对 SpaceX 的倚重程度。以前 NASA 遇到类似情况，大概只会求助俄罗斯或耐心等待波音，而现在 SpaceX 已成为他们考虑的备选之一。说波音的太空事业陷入困境，绝非危言耸听。首先 ，Starliner 载人飞船项目反复延期，接连出状况，让波音在 NASA 面前颜面扫地。原本 NASA 希望2家供应商并行竞争，互为备份，但如今只能倚重 SpaceX， 波音丧失了话语权。其次，波音参与研制的超级火箭 SLS 虽然首飞成功，但造价高昂且发射频率极低，未来极可能被更新颖的方案取代，比如 SpaceX 正在开发的星舰火箭。一旦 NASA 削减对 SLS 的投入，波音在深空发射领域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再看商业市场， SpaceX 靠高频率、低成本的发射抢占了通信卫星发射、星链部署等大蛋糕，连美国军方的许多发射合同也转投 SpaceX 怀抱。波音通过 ULA 经营的传统火箭正渐渐失去竞争力，即将上马的新火箭火神号能否抗衡 SpaceX 还是未知数。总的来说，无论是近地、轨道载人、深空运载，还是商业发射市场，波音如今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堂堂波音竟然会被一家后起的新创公司逼到如此境地？原因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技术、战略、资金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 SpaceX 究竟凭什么能在各方面全面压倒波音。从技术层面看， SpaceX 和波音路线几乎属于2个时代。SpaceX 最引以为傲的创新是火箭的可重复使用技术。猎鹰9号的第1级火箭动辄可以重飞10几次，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波音作为传统巨头，他们一直使用一次性火箭，每次发射完就报废，成本居高不下。反观 SpaceX， 不仅火箭回收走在前面，在新一代重型火箭星舰上采用的不锈钢快速制造工艺、全新研制的猛禽发动机等技术，也远比波音目前的火箭方案来得先进。波音主导打造的 NASA 新火箭 SLS 沿用了航天飞机时代的旧型发动机，研发周期漫长。SLS 虽然在2022年首飞成功，但单次发射花费数十亿美元，无法频繁使用。而 SpaceX 的星舰如果研制成功，将能廉价高频地把更多载荷送上太空，完全可能让 SLS 这样的老派火箭过时。载人飞船方面，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采用全数字触控屏和高度自动化的设计，宇航员基本只需监控，而波音 Starliner 的控制界面相对传统，还曾因软件问题导致首飞失利。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下立判，如今 SpaceX 的发射频率更是令传统公司难以望其项背。以2022年为例， SpaceX 全年完成了61次发射任务，几乎平均每周就有1件升空，创下历史记录。反观波音和洛克希德的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过去1年仅执行了不到10次任务，如此悬殊的效率差距，让 NASA 和商业客户自然更青睐 SpaceX 的服务。除了技术差异，2家公司在战略和企业文化上也截然不同。波音作为老牌军工承包商，行事风格稳健保守，强调按流程办事，畏惧风险。每推出一款新产品，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和论证，宁可进度慢一点，也要确保不出差错。这种稳妥的策略曾为波音赢得了可靠的名声，但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也显得有些迟缓。SpaceX 则更像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奉行快速迭代的哲学。他们敢于频繁试验，甚至允许原型在测试中爆炸，用实验数据迅速改进设计。马斯克甚至表示过，如果没有经历过几次火箭爆炸，就说明创新的不够快。如此大胆的风格，在传统航天领域几乎不可想象。此外， SpaceX 公司规模相对较小，决策链短，马斯克作为领导可以快速拍板。波音这样的航天巨头组织庞大，项目牵涉众多分包商，每做一个改动都需要协调多方，推进起来自然慢了许多。
换句话说 ，SpaceX 更像一只灵活的快艇，而波音是一艘庞大的游轮，要转个弯都没那么容易。马斯克本人在公众中的形象也是 SpaceX 的一大助力，他被不少人誉为现实版钢铁侠，经常活跃于社交媒体，和粉丝们谈论火星殖民、星链计划等未来话题。每当 SpaceX 有重大发射，马斯克的推特总会第一时间晒出进展，吊足公众胃口。相形之下，波音的管理层名字恐怕没几个人记得住，他们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缺乏马斯克那种传奇色彩。如今提起太空探索，许多年轻人的偶像是马斯克，而非传统航天公司的领导者。这种名人效应也帮助 SpaceX 吸引了更多年轻一代的工程师加盟，形成良性循环。资金运作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双方竞争的态势。波音长期以来靠美国政府的成本加成合同过日子，也就是说，项目花多少钱，政府都会报销加一定利润。这种模式下，波音缺乏主动压缩成本的动力，反倒容易出现预算超支、进度拖延，因为拖得越久，某种程度上赚得越多。Starliner 项目多年下来，波音就多次超支，自己承担了不少额外费用，而 SpaceX 拿的是固定价格合同，如果做不出成果，就拿不到全款，逼着他们精打细算，按时交付。事实证明 ，SpaceX 用更少的预算完成了载人飞船开发，还率先投入运营，波音拿更多钱却落在了后头。另外 ，SpaceX 本身也积极开拓商业市场，通过不断承接卫星发射和推进星链计划获得资金来源。马斯克甚至把自己在特斯拉赚的钱往 SpaceX 砸，以支撑长远研发。相较之下，波音虽然体量庞大，但业务众多，需要同时顾及国防、军工、民用航空等多个领域，未必愿意孤注一掷投入太空创新。再加上波音近年在民航客机市场连遭打击，公司在新项目上难免更加缩手缩脚。简而言之 ，SpaceX 敢烧钱追梦，波音则更在意财报和股东收益，两者愿景不同，投入力度自然有差距。事实上，波音的处境也是整个传统航天产业正在经历变革的缩影。除了 SpaceX， 美国还涌现出蓝色起源等新兴太空企业，连中国的航天计划近年也突飞猛进，新势力层出不穷，传统巨头不得不改变思路才能继续生存。波音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要重振旗鼓，势必要拿出创新举措来应对这股太空新潮。波音的太空时代真的就此终结了吗？也未必。波音仍然握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政府资源，在一些领域依然是 NASA 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例如 NASA 的月球空间站 Gateway 项目，波音也参与了部分模块的研制。未来波音的 Starliner 飞船如果能够克服困难投入运营， NASA 或许使用它来增加运送宇航员的冗余保障。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波音在太空领域独领风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的太空时代属于那些勇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的弄潮儿。马斯克和他的 SpaceX 无疑站在这个时代的 C 位。昔日太空王者波音与新贵 SpaceX 之间的竞争，注定会成为航天史上的一段佳话。对于喜爱太空的我们而言，能够亲眼见证这样的巨变是莫大的幸运。未来，无论波音能否卷土重来，或者 SpaceX 继续创造奇迹，人类探索宇宙的征途都将因这场竞争而变得更加精彩。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更加灿烂的太空新时代。